军奉大王诏命，前来点军，速开营门。让来人退后10步。军中业绩，来人退后10步。沈成礼，你给我出来！往前！军中业绩，靠近寨城者死。兵部尚书内衙马军上军使，领寿州刺史嘉兴侯张云在此，奉大王诏命，护卫九郎军入营点军，请九郎军移驾寨墙下答话，旁人不得跟随。九郎军，沈成礼执意抗拒王教，不肯开门，情形不是太好。以某之见，不如回转王都去，待得天亮再做计较。所有人马原地驻扎，我没有回来之前，不得靠近寨墙1步。先王第9子，钱弘处在此。沈成礼，滚出来！九郎军见谅，末将沈成礼。吴越今至，营中严刑夜禁，戌时3刻至寅时3刻，纵有敌袭反乱之警，城门亦不得开。还请九郎军明日天亮了再来吧。王教在身，本郎君等不到天亮。你坐上那个竹篮子，自家滚下来见我。郎君容禀，吴越军至，大军在营驻扎，非奉率令差遣，将主擅自离营者斩。若要末将出营，还请郎君拿上统军使胡令公的令箭勘合来与末将看。本郎君没有胡令公的令箭，那就请郎君啊，明天天亮了再过来。那我上去，我自家上去行了吧？你把篮子放下来，本郎君上去与你说话。沈成礼啊，你也是从千军万马里厮杀出来的汉子。萧山大营有我吴越6000甲士，本郎君就孤身一人上去，怎么？这都不敢？来，放出来！那九郎军得罪了。见过师中，家父年迈，已经睡了，请明日再来吧。明日，便就晚了。嗯，有人出告说你父子2人造反谋大逆，我不敢信，也不愿信，这才营夜赶来，想当面问个清楚。胡教授刚才说让我明日再来，是想告诉我，此事不用再问了吗？既如此，师中请稍等。你这吓死个人！末将楚州刺史、内衙右辅统军使，全知萧山大营军事沈成礼，见过九郎军。
王教兵符在此。啊，查验吧。末将谨奉王教。不要胡令公的令箭看河了。末将代办王氏，冲撞了九郎军。准备。你手下有多少兵额？萧山大营有4个伴都，步军4712员，马军1433员，战马多少？驮马多少？战马2968匹，驮马1844匹，走骡1062匹，够用了。击鼓巨将。诺。不放心，担心哪个呀？水丘宫国之柱石，臣弟有什么可担心的？那就是担心九郎。还是太年轻了，在军中素无威望。萧山大营的沈成礼，正是六伯父一手提携上来的积年宿将，常年在外带兵征战。要提掉统御这样的骄兵悍将，九郎，放宽心，这沈成礼虽说是六伯的女婿，却也是吴越的臣子，打过仗，杀过人，见过些世面。这些其实九郎也不差。九郎也打过仗，九郎也杀过人，九郎也见过世面。沈成礼打的不过是些战线攻防，你来我往，没战不过1000余人的厮杀。九郎经历的是汴梁围城、南下福州，那可都是上10万人的战场。沈成礼杀的不过是些南唐的将佐军校，咱家九郎可是实打实的重伤了一个中原节度使啊！六哥，这些事情朝堂上说一说也就罢了，咱们自家兄弟都明白，这只是机缘巧合，恰逢其事而已，却是当不得真呐。若当日崇元殿里站着的不是九郎，而是你。那上头坐着的是威压两朝、纵横南北、生生自汉家统绪，各取了16个州郡的契丹天子。你敢动刀子吗？我早便说过，老王外家的这些子弟，也就你还看得过眼。我早便说过，老王外家的这些子弟，
也就你还看得过眼。当年追随老王的那些勋臣工匠们，这些年都相继凋零了，而如今还能够侍奉在王家之前的，就剩下令公了。这样的年岁，活久了，未必是件好事情。操心完了国家，还要操心自家。再大的功劳，再尽的情分，经过3代人，还能留下多少？老王红时的时候，中原天子还是李嗣源吧？是，当时是后唐明宗在位。石敬瑭这个娃娃，那个时候做了河东节度使。老王虽在病中，心思却还明晰，对先王说：“石敬瑭活不过太久，若他还能活着，李嗣源的儿子便活不过太久。石敬瑭是李嗣源的女婿，翁婿2人倒是还有些情分，可姐夫和小舅子，这份情便不大靠得住了。老王嘱咐先王，不要做兔死狗烹、鸟尽弓藏的事。跟着他打下江山的这些老兄弟、老臣子，还是要宽容些，莫要让这些个人，莫要让大家伙没了下场。当时你也在吧？赵全当时在秦从第1都当都军头，护从王家。乌苏王确有此番遗教。先王厚道，愿意听老王的话。我们这些老家伙也是很感念的，也便尽心竭力的去辅佐先王，这就有了这10年来的安稳日子。可惜，先王红得太仓促，很多话不及后人交代，年轻孩子经的事少，难免会觉得这个家业本来就是他家的，并不知老一代辛苦凶险，所以这份情分渐渐变淡了。令公诚然说的是，不过吴越却不是中原啊。萧山大营是7郎去的还是9郎？是9郎君。咱们这位小大王还不算糊涂。他若是7郎君去，又如何呀7郎长到现在这个岁数，就没出过王籍。若是他因业夺军，军中法度森严，又有沈城里这么个规矩娃娃守着，他怕是连军营大门都进不去。9郎去，沈城里便有些头疼了。